什么样的大爆炸能将身上的衣服变到山上？世界三大自然之谜：一、天气大爆炸。北京城里一惊雷，身上衣物不易飞。若非明史曾实录，谁知巨响震宫闱。Hello， 大家好，今天大吕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叫天气大爆炸。根据爆炸源的地理位置，也可称为王工厂大爆炸。这段历史灾难曾被列入世界三大自然之谜，神秘性可见一斑了吧？话不多说，赶紧跟着大吕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怪，庙中邀月响。这件事发生在明朝天启年间。有一天一大早，地安门守门的内侍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音乐声，这个内侍以为自己起猛了，赶紧掏耳朵仔细一听，发现这个音乐居然还很有规律。他赶紧把同事们都叫起来，顺着声音找过去，最后发现这个音乐的源头在地安门的火神庙。大家面面相觑，也没听说过火神会乐器呀。于是有人就推开庙门，准备看看是谁大早晨起来跑到火神庙练琴。没想到庙门刚推开，只见一个火红的大球嗖地钻出来，腾空而起。再一看，火神像摇摇晃晃，仿佛火神显灵一般。庙里的工作人员赶紧上香祷告，还有人直接吓得抱着火神像开始哀嚎。就在庙里所有人乱作一团的时候，震声突然从东边响起。二怪，平地起惊雷。上午9点左右，北京城天气晴朗，突然间一阵巨响从东北渐渐传到西南。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火球在空中翻滚，天空中的云一瞬间全被撕碎，一个又大又黑像灵芝一样的柱子蓦然出现在西南角。据史料记载，城中一时间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事平沉，可想而知当时的恐怖程度。城里的所有人全都惊慌逃窜，但无处可躲。整片长约6500米、宽近2000米的范围里，木材、石块、家禽、人体纷纷而落，甚至有5000斤重的石狮子都被卷起来飞在天上，数以万计的房屋化为齑粉。百姓的状况尤甚，有的同砖瓦一样直接变成粉状，被狂风席卷飘在空中；有的死得赤身裸体，身上的衣服不翼而飞；有的竟然身首异处，尸体还在城内，脑袋却飞到几百公里外密云的山上。还有工人正在紫禁城里修建大殿，一阵妖风过后，正在施工的2000多名工人全都从几十米高的脚手架上被震落，摔成肉酱。皇宫仪仗队中的重量级成员大象也被巨响声惊动，倾巢而出，跑到城中肆意践踏，踩死无数百姓。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伤亡难以数计。据灾后的统计，死者中仅有名有姓的就有几千人，不知道名字的还有几千人，更甚至有死无全尸、无法计量的死者，哪怕粗略计算，死亡人数也有上万人。百姓如此，皇宫里皇上也躲不过这样的天灾。事发之时，皇上正在乾清宫吃早点，忽然大殿开始剧烈震动。可能是皇宫平时灾情逃生演习到位，一察觉到有危险，皇上扔了饭碗就往外跑，反应之奋急，速度之迅猛，动作之敏捷，博尔特跟他一比都算动作迟缓的。宫里的内侍们没因为巨响受惊，反而是被皇上吓了一跳，一时间竟没有人能追得上皇上贴身保护。只有一个内侍平日锻炼有素，搀着皇上跑出乾清宫，没想到刚跑出来就被头顶掉落的瓦片砸中了天灵盖，一命呜呼。皇上惊魂未定，一路跑到交泰殿，才找到一张桌子藏在了底下，浑身抖若筛糠。而此时乾清宫里杯盘狼藉，汤碗见地，木石纷坠，刚在正伺候皇上吃早点的太监内侍等全部遇难，无一人幸免。刚出生的皇太子当时还不满1周岁，也在这场大爆炸中受惊而死。三怪，现象多诡异。这场千年难遇、死伤惨重的大爆炸本身已经令人捉摸不透了，但如果单凭这一点因素，我们只能称其为人类惨重自然灾害，还不足以让它跻身于世界三大自然之谜的行列。而之所以数百年来科学家、
史学家仍然为其争论不休，主要还是因为这场大爆炸还有着许多以常理难以解释的超自然现象。比如，有个叫周继宇的小伙子，当天正在菜市口逛街，准备买件新衣服，在途中偶然碰到几位友人。在明朝，这种情况打招呼要行礼拜一，没想到他还没直起身来，突然人头上天，不翼而飞。还有30多个学生正在学校上着课，突然一声巨响之后，所有学生和私塾先生全都不见踪影。承恩寺街上的有人抬着女轿路过，震动之后，抬轿轿夫和轿中女子全部消失，只剩一台轿子孤零零地伫立在大街中央。和承恩寺街一事形成对比的是玄洪寺街，同样经过一台女轿，但这边只是被震响掀飞了轿顶和女子身上的衣物，女子好歹保住了性命。虽然当街一丝不挂很是不雅，但放在那天也实属正常，因为那天几乎没有人能保得住自己的衣服。一个是从在响声过后，从头到脚所有的衣服一瞬间消失不见，整个人在风中瑟瑟发抖，有人被碎石断垣压得动弹不得，只能看着来往的妇女赤身裸体的经过身边，有的拿瓦片挡在关键部位，有的用几块破布缠住身体，有的只好披上被褥。短短一会儿就看到几十个过路的人，甚至朝廷命官和廷书家里也有女性被破光了身子，阖家震后坍塌成一片废墟。自家的文书在院子找人的时候发现了，听到下面有女人的声音，便把她刨了出来。原文记载，那个女人身无寸缕，以手掩阴，羞赧无措。文书赶紧脱了外套给女人披上，扶着她骑上驴走了。最离奇的是这些衣服的去向。震响爆炸都平息后，有人来报说他在西山见到了无数衣服碎片和丝绸布料，有好多都挂在树梢上飘荡，还有的在几十公里外的昌平被发现，甚至有的出现在了河北唐山附近。不止衣服，连人都会莫名其妙的瞬间转移，有人不知道为什么发现自己来到了别人家里，更有人身首异处。原文记载，更有失手足头目于里外得知者，有人施救有人逮。丢失的器官在长安街附近被找到不少，据说长安街附近人头、鼻子、胳膊、大腿数不胜数，从天上飘落，密集程度仿佛下雨，整条街上惨不忍睹。4怪原因终成谜。听大吕讲到这儿，各位是不是也都开始好奇了？具有这么大破坏性的一场灾难，这么多离奇又诡谲的事件，这么多难以解释的现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又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呢？这场灾难实在是太怪异了，所以几百年来无数人都在对此事进行分析和推断，各种猜测众说纷纭，很难有一个定论。接下来大吕就要把以来几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猜测陈列出来，供大家自行思考和判断。1. 火药爆炸说。咱们开头讲过，这场天气大爆炸其实一直都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王工厂大爆炸。王工厂在当时就是现在的军火库，是集中存放大量火药的地方。自永乐年间，我国便已经开始大量制造和使用热武器。当时驻京部队的3大营中的神机营就配备大量火器和弹药，而神机营也是3大营中规模建制最为庞大的部队。所以可以想象，在当时的王工厂火药储备量有多大。据学者估算，王工厂爆炸的威力约为1万至2万吨当量的黄色炸药，因此有人认为这次的灾难就是王工厂军火库发生爆炸。当时就有人认为王工厂不戒自焚，制度成之扰。明末清初时期的很多史料也是这么认定的。这种说法确实有一定的依据，比如大家在灾变前听到的大震一声，比如王工厂方向出现灵芝状的蘑菇云。这么多火药在瞬间爆炸所产生的高温高压气流也确实会迅速向外扩散，导致地面塌陷，使周围建筑物等倾倒，将地面上的物品席卷上天，吹走人的衣物等。但是以当时火药的威力，即使全部爆炸，也未必能产生像刚才讲过的这么大的威力。如果中国热兵器发达到这样的程度，应该也不会后来被洋枪洋炮打得一败涂地吧。有人也做过推断，即使当时王工厂的火药全部点燃，
也不过是将其四周的房屋焚毁，夷为平地而已，不至于有几千数万的伤亡。而且灾变的前兆、地名和火球，恐怕也不是单纯的火药爆炸能导致的。况且有些史料中也明确记载，这次灾害不焚寸木，焚燎之计全无。因此有人推断，王工厂本身也是这场灾害中的受害者，而并非罪魁祸首。二，龙卷风说，也有人认为这次灾难的源头应该是龙卷风。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因为龙卷风确实有突发性和毁灭性的特点，而且卷起上千斤重的石狮子，摧毁房屋，将树木连根拔起，卷走人身上的衣服等等，这些证据确实表明很有可能是遭受了龙卷风的袭击。但这个推测也并非完全成立，依然有很多问题难以解释。比如灾后有人进京报告说，西山上有大量衣物飘去，昌平教场中则有大量的珠宝、器皿、金银首饰等。但龙卷风的最大特征是无差别地摧毁所过之处一切物品，而这些事实看起来更像是有选择性地将物品转移了。况且这次灾害前还明显有着地震的前兆，比如动物都惊慌失措，震动声从西南方渐渐传来，甚至门窗也都被震响。仅以龙卷风为缘由，似乎也难以解释这些现象，因此这个说法大概也是片面的。三，地震说，既然有这么多地震的前兆，那会不会是地震呢？也有人提出了这个想法。明代时期北京地震确实非常频繁，仅有史料记载的就有100余起。这次的灾变，官方史料虽然未归类于地震，但也确实记录了很多诸如大震一声、电震、震撼天地、石溪地震、震后这样的词语，看起来非常符合地震的情况。但如果真的是地震的话，受灾范围应该很广，受灾程度应该也非常均匀。但在这次灾变中，同样是北京城内，有些地区被夷为平地，变成一片废墟，而有些地方的房屋则没产生大的损坏，并未被摧毁，这完全不符合地震的常理。况且有许多现象是无法以地震为由解释的，比如吹起重物，将人的衣服震飞，或者蘑菇云的出现。种种这些迹象都让人难以相信这仅仅是地震的结果，而且能产生这么大的冲击波，这在地震史上也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的。四，陨石说，这个说法也能解释很多问题。陨石经过大气层飞进地球的时候，会受到气压挤压，产生几千上万度的高温，同时因为速度奇快，也会卷起大量气体形成风。因此人们会听到巨震，看到强光，甚至有很多人看到了天上巨大的火球。因此也不排除是一块陨石一不小心迷了路，掉进了地球里，造成了北京的大劫。陨石确实能摧毁房屋，将大树连根拔起，产生大风吹起石狮子和其他物品。这种说法目前看起来是可信度最高的一个了，也和刚才讲过的现象十分吻合，但它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个说法同样很难解释为什么灾变前会出现地震的前兆。而且在当时非常重视天象的中国，天文观测是至关重要的工作。如果真的有陨石降落，为何会没有一点与此事的天文记录存留呢？五，其他说法。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比如有人相信这场灾难是火神显灵引起的，还有人认定这是一次超自然的事件，甚至有人觉得可能是撕裂了时空裂缝，火球是从平行世界或者异空间飞来的，还有人觉得这些奇异现象都可能是史书杜撰出来的，根本不存在这种违背科学常理的事情。大吕认为这些学说有些根本没有真凭实据，有的甚至是在凭空想象，而到底这些奇异的现象在当时有没有真实的发生过，我们也只能根据现有的史料分析，很难明确的下一个结论。但是正是这些未知让我们的生活保持了一定的神秘感，也让我们依然对生命、对自然充满了好奇和智慧。大家觉得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关注账号，让大吕带你一起探索世界的奥秘。
我们下期再见。